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中指就是食指和无名指之间的手指，看人们手中中指的长短和粗细方面都能知道很多信息的，更是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好不好的。就像是中指短的人一样，他们是喜欢自由的生活，不喜欢受到他人的管制，即使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也不能认真做好的，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事业不能成功的，晚年的生活也会很孤独的。下面大佬就给大家分析一下中指手相与命运的关系吧。一、中指长短看命运。一、中指短的人，生活中也会看到一些人是中指短的，这样的手相不是很好的，代表着他们生活中容易失去理性的，容易冲动做事情的，难以认真的考虑清楚，这样真的不是很好的，容易导致自己的命运不好的，事业方面不能有很好的发展的。其实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喜欢自由的生活，不会想到他人的感受，自己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也不能认真做好的，难以让自己成功的，一辈子都不能有很好的发展，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的。二、中指长的人，如果是中指长的人，他们的性格也不是很好的，在平时的生活中容易给人一种神经质的感觉，更是缺乏活力的，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的，难以让自己解决困难的，很多方面都不能顺利的，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真的是很难的。他们总是想着依靠他人的，经常依赖他人是难以让你有好的发展，我行我素的性格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容易让自己陷入到困境当中的，这样的人人生是不能顺利的。三、中指特别长的人，其实中指特别长的人是不能与他人有很好的相处，容易逃避现实的，不能很好的与他人相处，这样会导致自己的朋友不是很好的，他们绝对不能有乐观的心态，整天的都会沉迷在玩乐当中的，该做的事情不会做的，对自己的工作是不重视的，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不能想到他人的感受，任何时候都只会考虑到利益方面的，爱幻想的人难以有好的生活。四、中指过短的人，一旦出现了中指过短的情况，说明了这个人做事态度不是很好的，难以有耐心去做好事情的，更是容易冲动的。建议你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说话方面也要多注意的，不要轻易去招惹他人的。二、中指形状看命运。一、指根较粗，指头较细，常有这种中指形状的人，这种人一般心态稳健，处事大方，做事很有责任心，但是不喜欢与人争斗，也没有太强的野心，但是只要决定要做的事情，就会尽力的去做到完美。相对于声名和利益而言，更加注重自身内在气场的提升，在工作中人缘非常的好，能够得到同事们的尊重和敬重，也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工作能力比较强，事业运也非常的不错，对于异性来说非常的有魅力，也很有灵气，比较受欢迎。二、中指上下粗细均匀，指头略微向后弯曲，常有这种中指类型的人，大多内心比较的善良，富有同情心，非常的热心，乐于帮助人，内心非常的柔软细腻，处事也非常的细心和认真，特别的体贴，会照顾人，而且懂得尊重别人，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为人也非常的重感情，性格和善，特别的好相处，能够处理好身边的人际关系，生活方面比较的顺利，但是眼界比较狭窄，有着小富即安的思维，生活圈子比较的狭窄，与外界的交际和沟通能力较弱一些，很难取得一些特别大的成就。三、中指修长尖细，中指长成这样的人，大多父母运较好，得到来自于父母的关心和帮助比较的多，不过这种人大多心高气傲，性情也比较的高冷，让人有种难以亲近的距离感，总是对什么事情好像都漠不关心，也不在乎名和利，性格稍显孤僻，显得非常的不合群。不过他们实际上非常的有想法，只要他们想做的事情，只要努力，往往都会做得特别出彩。四、中指第一节的骨节略微向内弯曲，长有这种中指类型的人，大多心思非常的细腻，有着很强的观察力，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能够清晰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变化，内心非常的敏感。不过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都比较的多愁善感，负面情绪非常的重，心里总是装着很多事，容易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背负太多的责任，懂得关心人，但是缺乏一些包容心，对家庭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即使发生争吵或变故，也会默默地承受和忍受，
这种人一生过得如何，全看婚姻是否幸福。应该尽量多多大开自己的心扉，让生活变得快乐一点，这样对事业和婚姻会更加有利。3. 中指甲型看命运。1. 圆形。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中指呈现圆形的形状，看起来非常的圆润，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他们的脾气性格方面会比较温和，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脑袋非常的灵活，知道怎么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很难会遇到大的困难与挫折，在关键的时候一定会有身边的人帮助提携自己，在事业上会走得比较顺利，方向感会比较强。2. 三角形。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中指呈现三角形，则往往这样的人性格方面会比较极端，做事喜欢自私自利，凡事只会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不会顾及身边人的感受，甚至还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心机非常的重。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不会有啥是非观念，一旦自己不如意，就是对他们不好，之前对他们再好都是白搭。3. 方形。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中指为方形，看起来明显的比较方正，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此人的为人踏实低调，喜欢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深钻进去，总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努力，一旦给到他们机会，必定会一鸣惊人。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会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上不会缺乏吃穿，具有稳定的生活状态，只会越老越有钱。4. 梯形。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中指为梯形，属于上宽下窄，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此人的野心过大，事业心方面比较强，过于争强好胜，凡事就爱争夺第一名，所以他们的人生运势起伏会比较大。但是只要是他们肯努力、肯上进，必定会拥有非常不错的收入来源，自己的积蓄财富积累的也会比较多，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的首相，日后必定会非富即贵。4. 中指纹路看命运。1. 一纹。一纹顾名思义，代表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和天分。这种纹路的重要特征便是与沉纹开口朝向基本一致，但是开口的幅度较大。如果一个人的中指长有一纹的话，代表着这种人的艺术天分非常高，很有创作才华，思考力和创造力都比较强，有着很强的审美能力，注重精神层次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格调，在某一方面会有一些特殊的才能和成就，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与常人不太一样。在感情方面容易幻想，不切实际。2. 军纹。军纹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斗纹，代表着一个人的富贵和权势。在五指中，中指最能代表着个人的命运状况，也为五指的正中央位置，为君位。如果中指长有军纹的话，君位配军纹，代表着大富大贵之意。这种人的主动性和行动力比较强，而且很有主见，身边贵人较多，有着很强的领导力，容易得到身边的帮助，而且自身能力也比较强，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3. 铭文。铭文的形态比较特殊，看上去与螺纹和簸箕纹差别都比较大，整个纹路的形状呈弧形，且幅度较大，没有闭合。铭文顾名思义，代表着不宜在官场发展，不过很有商业天赋，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处事圆滑灵活。虽然不宜谋取功名，但是挣钱能力比较强，虽不能大贵，但是容易大富。4. 奴纹。奴纹的外形呈喇叭状，顶部弧度较窄，然后向外扩张。如果中指长有奴纹的话，代表着容易受雇于人，被他人驱使。这种人一般出身不好，从小就容易吃很多的苦头，也得不到家人的帮助，凡事都得靠自己努力，一生辛苦而劳碌。不过如果其他4指长有军纹的话，就会好很多。虽然前半生比较辛苦，但是属于先苦后甜的类型，晚年能得富贵。在生活中，总有些人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女人。有的女人她们的欲望要比男人还要更加的强烈。女人的欲望如果过于强烈的话，并不是好事。在婚姻中，欲望过于强的女人一般都会容易出轨，容易出现婚外情，家庭也就容易遭受到婚姻危机。如有婚外情的发生，就会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但是欲望强烈的女人并不会因为这些因素就能控制住自己。一个女人欲望强不强烈，其实看这个人的面相就能看出分辨出来。那么如何从面相上揭开欲望强烈的女人面相特征呢？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1.
人中有细细红丝，女人的人中如果出现细细的红丝，在相学上这是被认为与女人在性方面有关系。这种红线有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如果女人化妆了，那么一般就只能在其卸完妆之后才能看出来。不过也有的女人她们卸完妆也是看不出来，但是在阳光或者灯光强烈的环境中才能看得出。人中有红丝，就是代表其在性方面是否过度。如果有红丝的话，那么则表示过度，也表示这样的女人她们也是非常的风流的。2. 人中很窄、很细且弯曲。女人的人中如果又窄又细，而且还比较的弯曲，表示这个人她在性方面上心里是有些变态扭曲的，也可以说是超出了平常人的那种喜好。这种人的情欲特别的旺盛。如果人中宽大沟须深的女子，那是天生的做爱能手，因为这样的人中面相肾气充足，情欲会特别强。人中窄而细的女子，由于肾精不足，所以才会夜夜思淫的。在相学中，人中是直接与女人的敏感部位有相连的对称关系的，所以女人如果人中很窄很细且弯曲的话，那么其的欲望也是非常强大的。3. 眼睛黑白不分明，有血丝。女人的眼睛一般都是黑白分明，大大的且非常的迷人，很漂亮。但是也有的女人她们的眼睛黑白不分明，有的还会带有血丝。一个人的眼睛如果带有血丝，给人感觉就是这个人晚上肯定没睡好。没有睡好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在面相学上，这种女人她们是个离不开男人的一个人。如果她们一旦离开男人，就会容易寂寞。这种女人她们的性欲方面很强，这种面相的女人她们比男人还要更加的风流，欲望也更加的强烈。4. 腰细臀肥。女人要细臀肥的，天生就是一个性欲强烈的女人，且这样的女人她们多半都会生男孩。这种腰细臀肥的女人，她们的生育能力也是非常的强的，要比一般的女人怀孕几率也要高很多，在相学中生殖能力很强。而且这种的女人她们天生性欲强，一天离开男人就会寂寞，多半都是离开男人的人。不过还是要劝，性欲太过于强烈并非好事，一定要学会控制，多看看书有利于身心。5. 耳色过红。耳朵与肾脏的健康息息相关，很多时候耳朵也会反映出肾气的情况。面相学中认为，若是一个女人的耳朵色泽过于红润，则是性欲强烈的象征。这类面相的女人精力充足，肾气充足，所以常常思淫欲，常常想着男欢女爱之事，是一个生理需求非常高的女人。若是再加上脸色过惨白，毫无血色，鬓发过于浓密，腋下毛非常多的面相，那么就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玉女了。6. 肩门鼓起。女性肩门处也叫夫妻宫，肩门处鼓起的女人生性喜欢多管闲事，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她们都非常感兴趣，插足闺蜜恋情的事情她们可没少做，遇到这样的女人真是倒霉。此外，她们也是非常多情的一类人，只要自己喜欢，气氛够暧昧，一天换一个性伴侣也不是多惊世骇俗的事情。毕竟性欲旺盛的她们，总要从异性身上得到一定的满足才会罢休。7. 颧骨突出。我们通常认为女人颧骨突出是克夫相，是因为她们的性欲望太强烈了，所以红杏出墙是常有的事。丈夫头顶一片绿，此类女性内心的欲望很强烈，什么东西都要争，不管是自己喜欢的还是别人家的，都一定要争到底。对于男人也是一样，就算是别人家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他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勾引。对于性的追求永不止步，他们喜欢征服的感觉，喜欢从不同男人那里获得和满足感，性欲旺盛，非常风流好色。8. 眼角鱼尾纹多。随着年龄的增长，鱼尾纹出现是在所难免的，但有部分女生年轻时候开始，眼角的鱼尾纹就很明显了，即使不做大幅度的脸部表情，也能隐约看到。那么此类女性天生好色风流，性欲旺盛，鱼尾纹越多越深，代表性欲越强，绝不满足于只和一个男人勾搭。她们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谈男朋友了，而且换床伴的速度惊人，私生活混乱。9. 口角下垂。女人如果是口角下垂的，这样的女人性欲望也会很强的，她们心中想的都是性方面的事情，不能认真的对待感情的。娶到这样的女人肯定是会让你后悔的，她们就是一个轻浮淫荡的人。10. 桃花眼。桃花眼的女人性欲强，她们在性方面的需求非常高，
所以私生活非常不检点，是一个见异思迁、朝三暮四、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而所谓的桃花眼面相，指的是一个女人的眼睛看起来非常迷离，给人一种朦朦胧胧、似笑非笑的感觉。如此的眼睛面相便是桃花眼。男人们一定要小心桃花眼的女人哦，她们不仅性欲望强烈，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比较花心。11. 眼尾下垂，面相学中认为，眼尾下垂面相的女人性欲强也非常强烈哦。一般来说，人们都会觉得眼尾下垂的女人楚楚可怜，总是一副无辜的样子，很是能够引起男人的怜悯之心。但其实这类面相的女人，到了深夜就会变成一个欲望非常强烈的风流女人。她们在如狼似虎，生理需求相当高，所以别被眼尾下垂面相女人的外表欺骗了。实际上，她们是一个性欲非常强烈的女人。12. 印堂开阔，女人的印堂不可过于狭窄，也不可以过于开阔。印堂过于狭窄的女人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女人，且命运不佳；印堂过于宽阔的女人是一个性情开放、私生活放荡的女人。由此可见，所以印堂过于开阔的女人性欲望比较强烈，为人比较风流豪放。13. 耳沟较大，从耳沟的面相中可以看透一个女人的性欲望。面相学中认为，若是一个女人的耳沟过大，超过小指的宽度，则说明其人的性欲望非常强烈。这样面相的女人在房事方面比较主动的，她们渴望得到满足，渴望有刺激的性生活，所以耳沟较大的女人很容易外遇出轨。14. 三白眼，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三白眼面相的女人也是一个十分容易出轨的女人哦。各位男性友人可一定要小心注意了。为何说三白眼的女人容易出轨呢？因为三白眼面相的女人是一个欲望很重、性欲望强烈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时常会沉迷在男欢女爱的事情上不能自拔，一旦遇到一些稍有姿色的男人，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欲望。在生活中，她们本就是一个淫荡且风流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又如何会坚守自己的内心，如何会专一钟情地对你呢？只怕会给你戴上无数顶的绿帽子吧。15. 面带雀斑，脸上有轻微雀斑的女人一般性欲较强，尤其是鼻子两侧和眼睛下方，古代称之为面带桃花，多怀疑其为淫荡之相。风流从来都不是男人的专利，有些女人也是非常风流的，更加是会风流成性。但是在很多时候，女人的欲望强烈，风流成性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如果一个女人的欲望是异常强烈的，那么就很有可能说明她在某一方面中的表现会有些欠缺。五行八卦风水命理开运化煞这一类在中国是有很多人比较信奉的，尤其是对一些做生意的人来讲，或多或少都会讲一些迷信之说。生活中有很多人家里都会供应佛像，由于宗教的不同，很多人都比较信奉佛，常说的烧香拜佛就会有香灰的出现。那么香灰放哪里可以旺财？家里的香灰如何处理好？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1. 香灰的风水作用。1. 驱邪化煞，香灰受人供养，所以是聚集着一定的信仰能力的，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驱邪化煞的作用。2. 平心静气，香灰对人心有一种安抚性的作用，所以如果拿着一捧香灰，会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届时能让人平心静气下来。2. 家里供佛香灰应该怎么处理？ 1. 让寺庙师傅帮忙处理，香炉里的香灰和香都不要盛放的过满，把香灰倒入一个干净的容器内，最好是盒子，干净的袋子也可以，包装后要密封，保证里面的香灰不会洒出来。包装完了，最好的方法是将其赠送给寺院，到寺院让出家师傅帮忙处理。2. 放到寺庙大香炉，自己要诚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将香灰放在寺院的大香炉里，继续供佛积累功德，也是自利利他的行为。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将香灰埋在干净的泥土里。俗话说得好，尘归尘，土归土，深埋在地下，供养万物繁荣生长，也是在为自己种善因，将来必会得善果。3. 撒在流水当中，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将香灰撒在流水里，让它们随缘飘散。无论什么方式，我们的发心一定要是清净的。懂得佛法的人很清楚，学佛不要执着，要随缘结善缘。做任何事情，你执着了，就会生出分别心，就会有是非对错，烦恼也就接踵而至。这不是我们学佛的初衷，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3. 香灰忌讳处理。1. 忌随意丢弃，
在处理香灰的过程中，我们不要把香灰随意丢弃在路边或垃圾桶里，应该先找一块布或者袋子把它包裹好，再送到适当的地方。2、忌沾染供香。如果我们是在给神像上供，那么一定要记住，不能将香灰沾染在神像上，不然会导致神像被污染，届时无法庇佑家中风水。3、忌对着窗口。香灰在进行处理之前，一定要避免对着窗口，否则窗户刮进来一股风，就会将香灰刮得到处都是，这对我们的风水是极为不利的。说完香灰，大家肯定会想到，那上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有哪些禁忌呢？下面大佬就继续给大家讲。1、上香的禁忌。1、不带金不带银。在烧香礼佛的时候，第一要务就是去除自己的金银首饰，因为这些会导致相应的运势被金银所腐蚀，对于个人的祈福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即使本身没有什么大事，也会因此而扩大相应的事态，反而不利于自己烧香礼佛的最初意愿。因此千万不能穿金戴银去礼佛。2、拜佛不看佛。在拜佛的时候，尤其是烧香的时候，一定要虔诚。自己的身体姿势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在烧香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眼睛要在香的下端，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诚意，也代表自己听从佛祖的指引，听从佛祖的教诲。如果一旦抬头看佛，那么会导致自己前功尽弃。3、衣冠整洁。烧香拜佛是非常虔诚的事情，也是对佛祖起码的尊重，所以在烧香拜佛的时候，一定要穿戴整洁，不能衣冠不整。这样不仅不会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也是对佛祖极大的不尊重。如果知道第二天要烧香拜佛，那么在头天晚上就要净身，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整洁一点，不要穿多么华丽的衣服，只要保持干净整齐，不穿太过夸张的服饰即可。4、吃饭前上香。上香一定要在吃饭之前上香，如果等自己吃饱了再给神佛上香的话，这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因为神佛也不愿意吃人家的剩饭啊。所以在上香之前先别吃饭，花一点时间先给神佛上香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吃饭了。同时刚刚上的香也还在燃烧，这样不仅气氛很好，同时也是对神佛的一种尊重。5、上香前搞好神台卫生。一年之中上香的日子其实也不多，所以很多家庭的神台其实都已经积满了灰尘。在家里给神佛上香之前，需要知道的就是最好把神台给收拾干净再上香。就算是人吃饭，事情也会先抹干净一下自己的桌子，神佛自然也是不愿意在积满灰尘的地方吃饭的，所以先打扫干净神台，才可以对神佛和自己更有好处。6、不能用嘴吹香，也不能用鼻子闻香。在实际操作中，如果香火过大，不仅消耗过快，也可能被视为对仪式的不敬；火势过大，可能导致烟雾过多，影响到仪式的进行，甚至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取适当的方法来控制火势，确保香火既能持续，也不失适度。使用风扇轻轻扑灭过旺的火焰是一种常用方法，这样可以在不打断仪式的流程中调整火势。此外，对于那种持续且芬芳的火焰，如果无法仅靠吹气来扑灭，也应采用更为文明和恭敬的方式进行处理，可以使用手或者风扇轻轻地扑灭，而不是粗暴的吹灭。这种方式更符合佛教中提倡的温和与尊重，这不仅仅是对佛陀的尊敬，也体现了对佛教仪式本身的重视和对参与者情感的考虑。总的来说，控制烧香的火势，保持香火适度而持久，是对佛陀的一种尊重，也是保持仪式庄严和谐的重要手段。这些细节的处理，展示了信仰者的内心态度和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及践行。2、不一样总数的香有啥寓意？1、一根香一般的情况下非常少有些人上，由于一根是万法归一的含义，因此修为不足的徒弟都害怕上。由于仙道有那样的规定，假如谁上一根香，表明他已得到成仙，做成逆位，别的仙家能够来这开展 PK， 以认证他的修为是不是够深，做到正神的规定。因此非常少有徒弟上，能够说成基本上就没有。2、三根香是佛教的规范烧香方法，意味着皈依三宝，精诚修习，摆脱循环，绝境求生。西方国家道教也上3根香，意味着三清或天地人三法。3、4根香大多数是在家里修习的徒弟或出马弟子平常所上，在家里修习的修行人上4柱，第4柱是紫灵香，也有些是先祖香不一样，出马弟子上4柱香，意味着愿与仙家一起皈依修习提升。4、7柱9柱也大多数是出马弟子平常所上，7柱意味着北斗七星，
九柱香占乾坤法，因此大部分出马弟子都上九柱修行的修行人，道士职业也是有上九柱的。3根为一柱，含义与3炷香一样。12柱为半全香，多是出马弟子在看事时所上。36柱是全香，也是出马弟子看事时需上，可是非常少用，除非事儿很急很严重。3家里烧香灭了预兆，拜到一半发现香熄了或是没点着，或许是许多人的共同经验。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感到慌张。其实不妨换个角度想，如果把香视为电话，没点着或熄掉，代表信号不好，那就重新点一次就好。不过在重新点之前，要先注意一件事，这里有2种情况：一是熄灭的香还在你手中；2是插到香炉才发现香熄灭了，上香的时候香断了。其实如果遇到上香的时候香断了的现象，没有必要觉得恐慌，你拜佛上香心诚就行了。上香的时候香断了，再烧一支香，向佛祖表明情况就行了。上香的时候香断了是一种自然现象，现在不少香本身就有缺陷，上香的时候容易断，这也正常。4家里烧香灭了怎么办？如果在插香之前就发现，那就直接走回点香处重点就好。如果是插到香炉内才发现，那就将那炷香拔起来，跟神明说声抱歉，再将那炷香和金纸一起放到金炉内化掉。因为有香不插第2次的说法，所以已经插入香炉内的香，当然也不能点着后再插第2次。有些人会认为香熄掉或没点着是凶兆，其实不必如此惊慌，因为线香的品质本来就有好有坏，保存过程中也有可能受潮而导致线香难以点燃，或是点着后熄灭，这是几率不高但必然会发生的事，以平常心看待即可。在面相学中，胡子的面相也会关系着我们的命运，通过胡子的面相也可以预知到一个男人此生的成就、性格以及运势等信息。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合适留胡须的，有的人留胡须将会给他们产生好的财气，或是提升财气，可是有的人并非那么合适留胡须。而喜欢留胡须的男人，在生活中他的胡子浓密或稀疏，也都有着不同的含义。那么面相学胡子面相算命详解是怎么样的呢？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1男人胡须面相。1鼻毛接须胡接鼻毛运渺茫，如果鼻毛连接胡须，相术认为是土克水，则命运不顺，前途渺茫不吉。2短须遮口短胡遮嘴受挨饿，如果是短子遮住了嘴，相术认为是所谓垂帘之阁主无路，所以一辈子都会受穷挨饿。3乱胡面相。胡乱观众，胡须像球一样蓬松静挺又散乱，并且有时还长在耳朵后面。如果能再加上清爽的精神和奇特的骨骼，即使成不了在千里领地的诸侯，也能当10年之久的宰相。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会成为政坛中的重要人物。4净胡面相。胡尽得路，胡须刚劲有力，如一把张开的利戟。这种人野心较大，做事也很有计划性，给人的感觉虽然粗鲁一点，不过其实也有其细心的一面，不过不是太容易看出来罢了。他们是属于领导级的人物，很有大将之瞳。如果学有所成后，加以自身的努力和运气，将来一定当大官，掌重权。5多胡面相。胡多粗野，胡须如果长，就应该清新明快、疏朗有致、不直不硬，并且长短相得益彰。如果胡子长得多，而头发也浓密的人，则性情积极，个性热情好动，喜欢招呼朋友。这种人大多有点粗野的味道，其实他们是大大咧咧，有话直说，忠诚有义的好朋友。有这种朋友就要珍惜了。6亮胡面相。胡亮少成，胡须清新明朗，像闪闪发光的银条，这也是一种少年得志的好相。这种人就会年纪轻轻就会成事业有成，或成为政坛中的重要人物。如果人的胡须是黑色透红呈现紫色的，眉毛如利剑，声音洪亮粗壮，是金行得金局，其相大贵。7长胡面相。胡长倜傥，胡须如果细长的像磨损的绳子一样，到处是细弯小曲。这人个性风流倜傥，却不淫荡，为人很多情，在投入的时候对感情也很专一，对情人倍加温柔体贴，很有情趣。与这样的人在一起，可能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因为天天都如同在天堂一样。不过他们的这一份热情可不会维持太久，很快他们就会有新人目标，新的情人。所以与这种人在一起，必定不可抱太大期望，最好还是尽早抽身而退了。这种人从小应该在良好的环境下长大，所
所以良好的修养以及优良的教育会令他从头将来地位高贵，声名荣耀。8. 少胡面相，胡少清秀，胡须如果少，就要求清新润泽、刚劲康健、气韵生动，并与其他部位相互照顾呼应。所以头发及胡都少的人，双眉也应该秀质而淡，牙齿较好，否则不但在视觉上显得不对称，也会影响整个脸型的比例及流年的运势。胡子少而头发浓的人，性情较为消极，待人处事有种爱理不理的味道，给人感觉好像什么事也不在乎。不过他们也有很多在乎的事情，只不过他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这样做不好，那样做不行，所以什么事都懒得行动就是了。同时运势均处于停滞的状态中，在这时需要改变一下自己消极的个性，快积极的行动起来吧。9. 卷胡面相，胡卷开朗，胡须如果像螺丝一样的弯曲的形状，而且根根见底，浓疏分明，这个人一定头脑聪明，他们怪主意特多，也很有用，适合于有创意的工作或成为组织活动者，眼光远大，不会只看近前不看将来，或是只看个别不看总体，可以成为一位很好的策划者或领导下属，在工作上打拼，豁然开朗，胸襟宽怀，不失为一位好朋友、好情人、好丈夫。这种人优点多多，所以看到他们可不要不识泰山哦。2. 留胡须能转运的男人面相。1. 毛发五行划分，胡须位置分布在下巴、上唇、脸颊、腮部、环口的胡须五行属土，下巴的胡须五行属水，鼻毛与腋下体毛的五行属金，头顶的头发五行属火，眉毛五行属木。2. 胡须与六亲关系，嘴唇上面的胡须与父亲相关，就是天；下巴的胡须跟母亲有关，就是地。一般父亲去世，儿子要将上唇的胡须保留下来，不再剔除；母亲陨没，儿子要将下唇、下巴的絮须留下来；父母俱没，则嘴唇上下胡须。3. 额头尖窄塌陷的人留胡须，额头尖窄塌陷的人需要有贵人扶助才能成事，这样的面相需要留下巴的胡须才能转运，特别是中年以后的运势。4. 两腮无肉的男人，有的男人两腮无肉，地格肩薄，这样的面相做事信义不够，容易墙头草，不能忠诚守信，所以一定要留环口的胡须，才能真正转运。林肯的脸庞瘦削无肉，所以续留了一脸又浓又密的胡子后当选总统。5. 鼻子特别长的男人，鼻子特别长的男人做事深思熟虑，精于算计，这样的面相要等到头顶的头发脱落才能转运，而平时就不适宜续留下巴的胡须，一旦有下巴胡须，则运势降低。6. 露鼻孔的男人留胡须，鼻孔外露的人适合留上唇的胡须，这样可以帮助守财和存财。男性鼻翼为财星，若鼻孔外露是为漏财鼻，会经常无端端的破财；若鼻孔如插葱孔一样，是为破财鼻，中年时期会破大财，难以聚集财富。化解方法就是留上唇的胡须，可以阻挡漏财，增加事业运势。7. 没有法令纹的男人胡须，没有法令纹的男人威势不足，做事原则性差，适宜留环口的胡须以转运。法令纹较浅的人适合留胡须，这样可以增加权力及威望。鼻翼两旁延伸至嘴旁的2条纹路称为法令纹，主领导众人的能力。如果法令纹较浅，代表不能说服众人，即使自身是老板或者管理层人士，下属也很难服从你的领导。若想重掌领导实权，宜留起上唇两旁的胡须，加强法令纹的气势。8. 人中浅浅的男人留胡须，人中气较浅的男人适合留胡须，这样可以增加子女运。人中平坦没有沟须的，这是肾气不足的表现，所以必须续留下巴的胡须才能转运。鼻尖下与上唇之间的坑纹称之为人中，人中以深长者为佳。若人中较浅及短者，代表其人子女运较差，宜于下巴位留起胡须，或者在上唇留胡须，但不过不要在人中位置留须，让人中看起来气较宽，从而达到改运的作用。9. 下巴尖笑的锥子脸男人，下巴尖男人适合留胡须，这样可以增加晚年的运势。下巴长得又尖又瘦，代表家运不佳，晚年运势气较差。若想改变晚年的运势，可以在下巴及左右两旁留起胡须，使下巴看起来气较宽阔，但是需要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留须，时间长久积聚的气势才会有作用。若是临老的时候才留起胡须，作用会气较小。10. 眼大眉粗的男人与胡须，
眼大眉粗的男人气性大，不耐急处，遇事不顺就先发脾气，这样就会导致好事变成坏事了。这样的男人就不要留络腮胡子了，蓄两腮的胡须会增大脾气，而适合留上唇的胡须最佳。最后，我们来说说女人的化妆修饰风水。化妆和美容是运用化妆品和工具，采取合乎规则的步骤和技巧，对人体的面部、五官及其他部位进行渲染、描画、整理，增强立体印象，调整形色，掩饰缺陷，表现神采，从而达到美化视觉感受的目的。成功的化妆和美容能表现出人物独有自然美，能改善人物原有的形色质，增添美感和魅力，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呈现一场视觉盛宴，提升人的运势。这些年化妆和美容发展迅速，包括方方面，牙齿凌乱突出可以拔掉重新装配，丰胸美臀、增高减肥、修脚纹身等都是这个范畴。身体到处打洞穿孔都是不好的，切记一定要成功的做这些修饰。这些年失败的美容手术时常见诸报端，每个人都要慎之又慎，不能弄巧成拙。先我们要知道，耳形厚实端正者，其人肾功能不错，如眼下卧蚕明润，人中身长宽阔，其人精力旺盛，又多智慧。试想，一个人如果肾气不足，做事纵然有心而无力，常常没精打采，又难以振作，这也是大家所说的耳朵不好，一生福气不旺的原因。今天我就来带你看看不同耳相的人拥有怎样的性格特点及财富运势吧。一、招财耳。一、提耳。提耳顾名思义，是指耳朵呈现出被向上提起的独特形状，位置通常高于眉毛，给人一种警觉和精神振奋的印象。在面相学中，耳朵的形状和位置被认为是个人命运和性格的重要指示器。提耳的人不仅罕见，而且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吉祥和有利的面相特征。据说，拥有提耳的人在财务管理和投资决策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他们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和时机，而且在处理经济事务时显示出超乎常人的成熟和稳重。这种天赋使他们在商界或任何需要财务洞察力的领域中都能够脱颖而出。从性格角度看，提耳的人通常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和强烈的自我驱动力。他们在面对挑战和变化时，能迅速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动，确保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保持竞争力和效率。这种适应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往往使他们在年轻时就取得显著的成就，无论是在学术、事业还是社会活动中，都能够成为引人注目的佼佼者。总之，提耳不仅是一个独特的面相特征，更是吉祥和成功的象征。在传统的面相学中，这种特征被认为预示着一个人整个一生都会拥有不错的运势，无论是在财务、事业还是个人发展等方面，都能取得卓越的成就。二、耳高于眉形耳朵，拥有这种耳朵的人，头脑好，能力高，注重形而上的意识及精神面的感受。所以，如果你没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想以财富来打动他，那就想都别想哦。这样的人性格也比较的随和，看薄名利，但是财运却会自动的送上门来。耳朵最顶端高于眉毛的人，有着很深的福气，在贵人的帮助之下，家财万贯，是大富大贵之人。三、耳垂圆厚。耳朵在面相中为福气的象征，耳垂长得越是厚实，则此人的福气也会越大，在面相中属于吉相。有此耳相的人，天生自带福气，能够得到父母祖辈的呵护，有贵人相协助，不用为金钱财运发愁，一辈子过得顺风顺水，就算是有困难，也能够逢凶化吉。年纪轻轻就有所作为，日后必定能够功成名就，成为有钱人。厚耳垂的人，身体硬朗，金钱运极佳，为人友善，人际关系较好，所以人生比较顺利，家庭幸福。四、招风耳。生活中所说的招风耳，是在正面可以明显看到人的两耳，耳廓突出者，主其人个性外向，倔强好胜，但聪明积极，自立心强，同时控制欲强，也会有在感情中较为强势。这种耳相的人，凡事都爱刨根问底，开始他们会给人一种虚心求教、好学好问的形象，可是慢慢的就会发觉他们喜欢探测他人的隐私秘密，自立心强。这样的人如果是领导，则性格会强势，比较容易批评人；如果是下属，则精明又能干。五、耳门宽大。耳门对外，在面相中主管一个人的蓄财能力。若是耳门宽大有形，则这样的人天生的聚财能力比较强，能够抓住赚钱的门路。
对金钱具有极强的敏感度，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更加容易获得成功，生意兴隆，日子过得比较顺利。6. 耳朵较大，耳朵较大的人天生比较机灵，洞察力过人，这样的人最适合做生意。若进入职场，大部分都是领导者，察言观色的能力非常强，心有韬略，天生会跟人打交道，贵人运极佳，一生财运亨通，能够创造丰厚的家产，家庭幸福美满。7. 轮廓分明，肉厚，耳薄，轮廓不清，色枯暗淡之人没有福气，童年环境恶劣，父母经济差，有离乡背景或借他人之手抚养长大的意向。耳朵轮廓分明，肉厚，色泽红润之人天生乐观积极，为人生性随和，聪明能干，一生受福星庇佑，行事有条有理。而且这种人通常来说有顽强的意志力，有不服输的个性，所以在各行各业里都能凭借一己长才儿混得个出人头地。而因为这种投入的专注力，往往能在年轻时就崭露头角，一鸣惊人，极多凶少，后福无穷。2. 破财耳。1. 耳朵尖小，耳朵是肾气的外窍，若是一个人的耳朵长得比较尖小，则这样的人肾气不足，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会有极大的影响，而且也大多数缺乏智慧，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无精打采，自己也没有啥大的本事，一生都能以有大的作为，甚至自己靠苦力辛苦赚钱一辈子，最终也是一贫如洗，没有啥用处，遭到家人与伴侣的嫌弃，而且耳朵长得尖，寿元也不长。2. 耳朵颜色灰黑，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耳朵长得颜色灰黑，看起来没有光泽，则说明这样的人个人的身体比较脆弱，自己的精气神也不高，做什么事情都是半途而废，没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一辈子都会过得比较辛苦，也没有啥大的发财本事，天生就属于劳碌命。但若是一个人的耳朵长得白润，颜色明亮发光，则这样的人天生贵气十足，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3. 耳朵长得低软，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耳朵长得柔软，而且高度低于眼睛，则这样的人能力不强，看问题也只会比较片面，非常的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财运破败，而且也赚不了啥大钱，一辈子都会过得窝囊没本事。而且耳朵长得低的人，则肾脏也低，容易得坐骨神经病。所以我们在相学中更是常常以耳高与眉为吉相，或是能够与眉毛齐平。4. 没有耳垂，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没有耳垂，或是耳垂长得比较低，则这样的人自身的运势不佳，钱财难聚，就算是有钱，也时常会出现破财天灾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人一生的事业也是多败少成，自己也没有啥大的本事，一辈子都过得比较辛苦劳碌，也赚不了啥大钱，日子过得贫贱辛苦，一副劳碌命，注定没有啥大的本事，成不了大气候。5. 开花耳，天生长有开花耳的人，耳朵形似一个盛开的花朵，不过却没有垂下的耳珠，看起来干瘪锐利，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出身十分穷苦，父母无靠，亲属无依，凡事都需要付出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而他们的财运天生不佳，容易遭受破财运，即使出现发财的机会，也往往守不住财。6. 低反耳，天生长有低反耳的人，耳廓弧度较常人更大，上耳廓有倾塌的现象，目测耳朵较小且低于眉宇，这样的人往往个性鲜明，但是容易流于固执己见，不太听话，人生路上多半要走弯路，大大的错失发展的好机会，而他们的财运也相当差，存不住钱，赚钱能力也一般，一生若不修正个性，容易误入歧途。7. 猪形耳，猪耳名如其形，形似猪的耳朵，没有什么轮廓，耳形塌软，整体的形状大而有肉，猪耳的颜色没有光泽，比脸色要发暗，看起来有些不健康。拥有这种耳朵的人，一生庸庸碌碌难富贵，没有长远的目标，只在乎眼前的安逸和快乐，压根不会为了今后的生活考虑，即使偶尔有一笔小财，也很快挥霍完，很难存住钱财。他们没什么上进心和追求，个性懒散，好吃懒做，显得特别颓废。在职场中，这种人得过且过，投机取巧，很害怕吃苦受累，换工作的频率很快，很难在职场中获得丰厚的钱财。他们私底下很懒，会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悠闲娱乐方面，基本上不是躺在家里吃吃喝喝，就是跑到外面和狐朋狗友玩乐，这样肯定会耗费不少钱财。
而且也没有金钱进账，手头会变得愈发紧张。8. 小耳朵，小耳朵的人是个急性子，容易感情用事，并且感情细腻，意志不够坚定，个性冲动，心直口快，所以属于感情型人。小耳朵的人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判断力较差，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的想法。小耳朵的人理财意识较差，用钱无计划，会破财，难有积蓄，不太适合经商做生意。生的起点或许每个人都不相同，有的人生在富裕家庭，从此以后衣食无忧，而有的人出生在贫穷家庭，未来全得靠自己打拼。出身不同的人，未来的命运或许也会重叠，都成为富贵之人。这一点也可以在手相特征中体现。那么往后从不缺钱花的人，到底有着怎样的手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在事业上容易成功，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2.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3. 手像干姜，家运必旺。手就像干姜，它主要是指手的握力，因为干姜具有最重的阳气，而握力取决于肝脏的阳气。如果肝功能很强，这些人通常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具有这种手掌数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处事能力、勇气、策略，敢于战斗，充满冒险精神，敢于争先，并且有不怕的韧性困难。这样的人一定能做生意成功，成就非凡。4. 财富麦歌纹理多。在大拇指第二指节部分与手掌纹理交界处形成的十字图案，或由一些倾斜的纹理组成的三角形、菱形或类似于菱形图案，都可以统称为财富纹理。对于财富纹，正方形或菱形是比较好的，不论是竖线或直线，越多的纹络意味着更多的资金积累，这意味着这个人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发财，而这种人知道如何管理金钱，并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积累大量财富。5. 食指上带有三约纹。大多数人食指的上面会有一条横的纹理，称为指节纹。如果指节纹能够达到3条，那就不再是简单的指节纹，而是成为了三约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人在生活中并不缺乏金钱，而且金钱和财富通常是由婚姻带来的。如果您是女性，您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嫁入一个富裕的家庭，并受到丈夫家庭的影响，享受好的物质生活，并有足够的温饱。男人也可以娶有钱的妻子。总而言之，这是财富的宝库之一。第2，案例分享：男人手相有这个特点，过了70岁这个坎，晚年必享高寿。第一种，上庭稍窄，下庭稍短，强运在中年，早晚都一般。不过额高，早年学业不错，就是额头稍尖，难得长辈助力。早年自信心也不足，个性内敛谨慎，眉毛相对顺滑。30岁开始有些起运，眉眼得配，田宅功成。青年时期能稳住事业和姻缘，只是眉粗稍散，有些粗枝大叶，忽略细节，洞察力也稍弱，注意烂桃花干扰，山根有力。此处承接印堂合鼻，也是结婚成家的阶段，能嫁良夫。加上鼻高隆有肉，夫运强，财运旺。颧骨饱满有肉，颧骨代表周围的助力，鼻代表自身，能很好辅佐鼻运，只是人中稍短，鼻头有些压人中，子嗣不丰。不过腮骨凸而有肉，奴仆功成，和子女晚辈缘分深厚，四方口，有口福，为人大方慷慨，人缘不错，只是下巴稍短，晚年难留下钱财。长色来看偏火长，做事雷厉风行，性格稍急，手指根部长丘有些平薄，福运根基一般，特别是食指根部巽宫见褶皱，此处是正财位，说明财运一般。本职工作有些动荡，本职工作起伏，从事业线浅淡也可看出事业心也不强。不过金星丘饱满高隆，此处还见暗财纹，财在暗处，需多加耐心和事业心才能发掘。加上四指严丝合缝，正财虽然一般，但能守财至进退，掌心明堂凹陷，四周八卦丰隆，形成聚宝盆，能存下些钱财。生命线和脑线粘贴长，本性偏保守谨慎，做事也有些放不开手脚，相对生命线，脑线倒是更加深长，人很聪明，
但有些爱动脑，不太爱锻炼运动，建议平衡体力和脑力，运势才能稳定长久。生命线中年阶段有些浅淡，见羽毛，注意肺部保养。同时也说明中年运势有些低迷，从事业线中期断开也看出，同期感情线也出现断开。中年不只是事业坎，还有感情观、感情线断开，说明情缘断，感情亦有分离之苦。结婚线很长，如果刚好接触了太阳线，容易有条件不错的另一半。可惜刺破了太阳线，会错过一次比较好的姻缘。45岁左右，生命线见上升线，这个阶段会迎来收获，能见些财，生命线也更加粗壮深刻，运势有所提升，感情也恢复稳定。感情线后期上翘，似乎变得更加有活力和激情。财运线深长，说明越老财越旺，和生命线和脑线以及事业线组合成了元宝纹，这个是人生的财库，利用得当，可见财运有大突破。但是由于事业线断续，元宝财库出现开口，易漏财，建议补充财库化解。第二种，额高稍窄，人很聪明，但是易多思多虑，早年不太自信，面骨见棱角，筋骨之人，好胜心强，情绪有些反复，容易精神内耗，高低眉，左眉高右眉低。古代讲父在母先归，现代来讲和母亲缘分不深。中年后多关注母亲健康，眉浓见棱角，很要强的人。30岁后逐渐变得自信大方，双眼皮有医美成分，伤了田宅宫。青年时期难有靠山和根基，有些动荡和迷茫。夫妻宫凹陷，特别在姻缘方面有些坎坷。不过鼻高隆厚重，个人主见性强，职场女强人的典型，颧骨高，个性稍显强势，利于事业，但不利姻缘，鼻有些孤耸。财运是有，但是周围人助力不多，财不大。夫运有，但不足，唇不包齿，职场易犯口舌是非，也难官财守财，下庭稍艰。晚年易为子女忙碌操劳，长面厚重饱满，手指条达，是典型的土长。土人稳重传统，热爱大自然，富有探索精神，只是指头似鼓槌，有些事必躬亲偏劳碌。不过四指严丝合缝，能守财之进退。金星丘尤其的饱满，精力充沛，体质佳，为人慷慨大气，运势根基深厚。食指根部巽宫财位饱满，正财旺而稳，本职工作稳定少起伏。小指水星丘饱满，沟通能力强，能靠口吃轻松饭。左右手生命线初期都见上升线，也叫希望纹，说明天资聪颖。不过生命线和脑线分离处见倒纹，人虽然聪明，但是学业受家庭条件所限。左右手对比来看，左手脑线和生命线粘贴稍长，本性还是偏保守谨慎，有些放不开手脚。但是右手脑线和感情线合二为一，形成断掌。后天随着经验和能力的提升，处事更有决断力和信心。左手事业线倒是比右手深长，左手先天，右手后天。40岁之前事业心很强，做事冲劲十足；40岁之后事业心减弱，一个是年龄增长，活力减弱，一个是因为后天随着经验积累，做事更加稳重理性了。不过右手事业线尾端见杂纹干扰，也就是在中指土星丘下方有些杂乱，说明晚年难得清闲，甚至有多个子女争夺遗产的情况。左手事业线中期有断开，中年阶段事业遇瓶颈，中年事业有个坎，同期感情线也出现倒纹，中年还有个感情观。不过月丘来了条帮扶纹，在贵人助力下，事业重新恢复活力，感情也逐渐稳定。左手生命线尾端也出现分叉，说明和子女缘分不深，晚年子女难在身边。此处生命线也是断开处，生命力减弱，甚至疾病困扰。过了70岁这个坎，后面生命线绕手腕，晚年可享高寿。生命线和脑线以及事业线和财运线组合成了元宝纹，这个是人生的财库，利用得当，可见财运有大突破。但是由于事业线断续，元宝财库出现开口，易漏财，建议补充财库化解。第三种，额头戴美人尖，早年和父亲缘分浅，也是早熟的面相，容易有早恋倾向。额头高圆，人聪明，但是在感情方面难长久，眉头聚眉尾散，做事有些拖沓，有时候3分钟热度，眉散财也难聚，情缘也易不顺。双眼眼距偏大，眼位监察宫，看问题浮于表面，难看透本质，容易识人不明。的生活中，孤寡老人与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留守儿童是生活所逼，无可奈何；孤寡老人是道德薄弱所致，是可以改善的。只不过如今越来越多的子女缺乏孝道，不懂得感恩父母、孝顺父母，父母含辛茹苦地将自己抚养成人，
有能力、有出息，以后就抛弃了父母，导致年迈的父母成为孤寡老人，晚年生活甚是孤寂。那么晚年孤寡的人的面相如何呢？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具体讲讲。一、下三白眼。面相下三白眼的人是一个非常心高气傲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不可一世的态度，他们唯我独尊的想法，导致他们与丈夫、与子女的关系很差。再加上他们生性凉薄，亲情观念薄弱，所以无法获得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家庭，生活过得很是孤苦。在年轻的时候，或许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维系生活，让自己不那么悲凉。但一到了年迈之际，步入晚年，丧失了赚钱的能力，不能够维系自己的生活，不能够照顾自己的起居，没有伴侣陪伴，没有子女孝顺，日子则会过得非常凄凉。由此可见，下三白眼也是晚年孤寂的面相特征之一啊。二、两腮消瘦。两腮消瘦、尖削，会形成一个倒三角形的脸型。倒三角形脸型面相之人，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虚荣心重的人。这样的人在婚姻中很少会顾及到自己丈夫、子女的感受，他们目中无人的性格，随意践踏人的自尊，早已让丈夫、子女对自己怀恨在心，怨言诸多。可见两腮消瘦面相的女人，婚姻家庭都不幸福，到了晚年自然是要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无子女照顾的。另外，两腮的面相乃是我们下庭的部位，与我们的晚年的运势、凶吉密切相关，而两腮消瘦主晚年运势不佳，因此如此面相之人，晚年必定孤寂悲惨。三、泪堂有杂纹。泪堂指的是下眼睑处，在相学中也称子女宫，代表着一个人的子女运势和感情运势。如果泪堂处杂纹较多的话，感情生活会变得非常的不顺利，财运和事业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且此处杂纹较多的话，也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能力和健康运势。子女运不佳，与子女的缘分比较浅，也容易与子女发生矛盾，一生为子女操劳不断。但是到年老时，子女大多不在身边，生活孤苦无依。四、山根尖细。山根位于两眼之间，属于鼻梁顶端与印堂的交界。如果一个人的鼻梁瘦削、山根尖细的话，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的孤僻，不太喜欢与人交流，交际能力比较差，朋友也比较少。而且山根象征着一个人的祖业和福音，山根太细的人缺乏主见，做事缺乏气势和坚持，事业方面不太理想，因为不善于沟通，婚姻生活也很难和谐，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不太好，恐有分离的危险。老年时身边缺少亲人陪伴，晚年生活孤独。人中短浅有恶痣。人中位于嘴巴和鼻子之间，是面部任脉和督脉交汇之所，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性、健康和子女运。在传统的面相学中，人中的形态和特征被认为与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的人中短浅或是长有恶痣，这种情况往往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象征。首先，人中短浅的人被认为脾气不稳定，性情喜怒无常，常常容易对身边的人发火。这种人通常缺乏耐性，容易因为小事而暴躁发怒，对他人缺乏宽容和理解。他们往往在生活中喜欢斤斤计较，凡事喜欢与人争执。这种性格特征使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很难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其次，长有恶痣的人中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征兆。在面相学中，恶痣通常被视为不良运势的象征。长有恶痣的人中不仅影响美观，更被认为是性格上存在缺陷的表现。这种人一般为人小气，缺乏大度和慷慨之心，不注重孝道，对老人缺乏尊重，甚至可能恶语相向，伤害他人的感情。这种人不仅在家庭中难以得到和谐的关系，在社会中也常常孤立无援。最后，人中短浅或常有恶痣的人，通常健康状况不佳，容易患各种疾病。由于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心态，这种人往往在年轻时就遭受疾病的困扰，晚年生活更是孤独凄凉。他们缺乏与家人和朋友的亲密关系，晚年生活孤独无依，生活质量也相对较差。六、喉结凸起吹火嘴。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薄厚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嘴巴向前撅起明显，就像吹火一样的话，这种嘴型在相学中称为吹火口。长有这种嘴型的人，如果喉结也比较突出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固执和自我，话特别的多，而且说话口无遮拦，不注意场合，为人也特别的八卦，喜欢在背后一人说人长短和是非，挑拨他人的关系，因此人缘特别的差。
也没有什么朋友，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晚年缺少照顾和关心，生活孤独凄惨。7. 腹船口。腹船口指的是嘴角下垂，看上去就像船翻过来一样。这种人一般性格内向，不太喜欢说话，但是心胸狭窄，凡事喜欢与人计较，而且个性也比较的倔强，决定的事情就会去做，丝毫不在乎别人的劝阻和感受。嫉妒心也特别的强，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遇到困难喜欢逃避和退缩，出了问题喜欢推卸责任，特别的难相处，怨气很重，特别的喜欢抱怨，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晚年容易孤单一人。8. 唇形歪斜不正。如果一个人的嘴巴歪斜不正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的善于花言巧语，口才特别的好，但是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诚信，脾气也非常的暴躁，特别的喜欢管闲事，也特别的喜欢强词夺理，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喜欢在背后说人闲话，挑拨是非，为典型的小人之相，所以身边的人慢慢会远离他们。晚年时身边也没有人陪伴，生活孤苦而贫穷。9. 下巴短小。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如果一个人的下巴短小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但是却非常的神经质，整个人非常的敏感，做事也没有长性，考虑问题非常的现实，缺少人情味，总是喜欢指责别人的错误，却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家庭责任感非常的差，内心不安稳，总想往外跑，不喜欢在家待，家庭运和子女运比较差，晚年孤独寂寞贫困。10. 鼻梁瘦削无肉。此类面相的男人个性比较孤僻，喜欢独来独往，做事固执且不听人劝说。32至34岁时感情运极弱，极容易因自己的经济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争执，最终难逃离异的结果。中年大多孤苦伶仃。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内心不够细腻，口直心快，容易因表达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在34至36岁，他们大多会面临较大的家庭纠纷，容易因此而离异，且晚年的子女缘浅。11. 脸上杂毛多。此类面相的男人缺乏诚信，喜欢吹嘘，虚荣心强，心胸狭窄，十分记仇，身边朋友寥寥无几，且大多会选择远离他们，事业难有贵人。在40至43岁间，虽然事业运不俗，但亦因与另一半纠纷而导致事业出现危机，感情也亦因此崩溃。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口德差，性格强势，从不考虑他人利益，婚前亦因过于自私自利而不断伤及另一半，婚后则亦因过度贪婪钱财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最终难逃离异结局，中年会较为孤独，老年老无所依。12. 鹰钩鼻。这类面相的男人是典型是事业能手，为人有城府且善于谋划，事业方面大多能获得不俗的成就，但极不列婚姻。在30至34岁间，亦因经受不住诱惑而出轨，且有二婚的倾向。48至52岁期间，亦因遗产或是其他经济纠纷而与另一半或子女发生矛盾，最终导致自己被冷落，晚年难有依靠。此面相的女人为人自私，通常会以冤报德，婚后亦因另一半无法满足自己某些无理的要求而责怪对方，最终易造成感情畸形。在40至44岁期间极易离异，晚年生活孤独。13. 嘴唇厚且牙缝大。有此面相特征的男人为人做事缺乏规划，喜欢幻想且执行能力弱，在爱情中喜欢逃避，并且对另一半漠不关心，婚后易出现同床异梦，老来亦无妻女陪伴。此面相的女人注重物质与肉欲，无法忍受单调的生活，婚后亦因不甘平淡而奔波事业，忽略家庭，亦因此而导致与家人关系不和，老年即便富贵也孤独难免。上述我说的便是孤寡命的面相。这几种面相的人是会变成一个很孤单之人，他们生活中就只会思考到自己的感觉，即便是结婚了也会这样，他们是不看重情感的，和老婆的共处是不好的，和儿女的情感也很不好，因此到了晚年是不可以寻找到依赖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